于朦胧被害的案子今天有一个最新进展，国际媒体 BBC 的大幅报道会为这个案子带来转机吗？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公信力，会不会把凶手抛出来？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3号，今天中午英国的媒体 BBC 大幅报道了于朦胧的案子。在这儿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它的脉络当中，这件事儿对于这件案子有没有可能带来转机？因为 BBC 它不是一家小的那种靠赚钱的媒体，它是一家非盈利的，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媒体，而且英国政府是它的出资方。他在整理了大量的证据以及民众的反应之下推出了这个报道，而且在中文网是在头版，因为头条现在正是那个台风。大幅报道以后我们讲他的结论，因为它标题叫于朦胧坠楼案，官方通报后民众为何继续质疑？他讲的就是这件实话。官方通报实际上只能让内部人看，但国际上认为不可信。最后一段他得出来的结论是，人们普遍认为是权贵侵害了于朦胧。不仅仅是 BBC， 像今日澳洲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媒体之一。另外呢，新加坡的海峡时报也都做了报道。而且在上几期节目我讲到，美国的网民也看不下去了，到中国驻洛杉矶领馆连续2天举牌，这个各大媒体也有一些报道。那这件事儿有没有意义呢？它一定有意义。在这儿我们相对应看国内是个什么景象。在国内的媒体报道当中呈现了3个现象。第一个，官方不仅仅是说大媒体消声，像一些这种中溜的像非头部的一起消声，而且都在进行约谈，不允许再出这样的，严格的要撤热搜，甚至在搜索里边把这个于朦胧变成敏感词，不给你显示。第二个，他做的是非常丧心病狂的，当局在消除于朦胧曾经有的痕迹。比方说，有人提到在三生三世的演职员名单里已经抹掉了于朦胧，就是他曾经做的事情都不给你出现了，就当这个人没有出现过，人间蒸发了。另外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涉案人员现在在进行反扑。前段时间默不作声，生怕自己被扔出来承担责任，杀人可是要偿命的。但你看这段时间是非常猖狂，因为他们认为官方已经为他们撑腰了既然说官方通报出来了，现在开始收拾网民了，那我们承受的那些谩骂他要骂回来。有些人就直接发律师函了，有些人发声明，通过工作室或者个人就说我没参与这件事，跟我没关系，我要保留这个网暴的那种法律责任。他们现在开始猖狂起来了，但是他们越猖狂呢，却恰恰暴露了一个痕迹。比方说前几期我们讲到了，在3年前曾经想要潜规则于朦胧的女大佬田海蓉，也是一位当红影星之一现在是影视公司老板。他呢，在官方还没有发布之前，他提前1-2个小时就发出来了。人们细心的发现，在落款里根本就没有北京朝阳警方的那个水印儿，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他在官方发布之前，他首先拿到了这个通稿。你能说你没参与这件事儿吗？而且他有任务，就是所有涉案人员一起来洗白自己，一起把这个文章顶上去。所以你看，文章发出来以后细心网友就发现这个漏洞了。这个田海蓉赶紧把这个动态给删除了，而且禁止人们进行评论，这不就是典型的做贼心虚吗？那第3个就是对一些有良知发声的墙内的人进行
定点打压。我给你先说第一个方式，有一位住在阳光上东的女邻居啊，她就现身说法讲了一下。15号楼搬出，住了3年，也曾有身高1.8米左右的男性朋友来我们家做客，从窗台边往下看小区绿化。即使他醉酒了，我也丝毫不会担心他会坠楼，因为窗台足够高，纱窗足够坚固。我也去过和某楼同款的17号楼，窗台也足够高。一个大明星、大活人1.8米几的，即使醉酒，也不可能说不慎坠楼。你朝阳警方的意思不是说哦，他喝醉了，他坠楼了，有没有人抛下来呢？因为一个大活人1.8米几，他如果说喝醉了，是不可能从这个位置抛上来，除非他主动爬上去。所以说，酒后坠楼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了，这位善良的女律师已经搬离了那个小区了，而且她说已经受到了威胁，已经让她删掉。好在呢，一些国外的网友把这个视频已经保存下来了。另外也有一些蹊跷的事情，我以前节目讲过，中国的手机，尤其是安卓系统手机苹果会稍微好点，它实际上给官方是留有后门的。有一些新闻媒体的人员他手机里就保存了于朦胧一些视频，就是官方所要打击、所要消灭的一些视频，还有一些照片。他们发现在找的时候已经无影无踪了，消失了。这就是人们讲的隔空删除，控制你的手机。当然了，大多数老百姓你没有被删，因为你不是新闻媒体。我刚才讲到的有人现身说法是记者的群，真正的记者他们是具备一定的影响力的。你保留这些证据干什么？难道有一天要为于朦胧讨回公道吗？那干脆就删你的。你看这个科技控制都到了这个地步了。通过国内的媒体的晋升以及相对应的国外媒体的大肆的报道，说明中共已经把舆论战由国内转向了国外。通过这件事中共就要评估一下，要不要把杀人凶手抛出来，哪怕他是常委的孩子、私生子。为什么呀？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你现在作为联合国5常之一，你也是要脸面的。就连朝鲜这种独裁国家它的国名都叫民主主义共和国，都要冒充个民主，哪怕穿个民主的外衣呢。中共都知道自己是个独裁，但是他还想要法治中国这个招牌。因为什么呀？他每年要有100亿美金撒到全球，叫讲好中国故事，这就是所谓的大外宣。每年这100亿美金折合700多亿人民币就想讲好中国故事。突然 BBC、今日澳洲像这些媒体都报道了，这影响力多大？他扔的那100亿可能就直接打了水漂了。如果你想继续维护所谓的执政合法性他可能不排除把这个凶手给扔出来。当然了，我最后想说一下，有些朋友在这个美国的领事馆下面留言在美国的国务院下面留言，甚至是去国土安全部下面留言，这些说明每一个粉丝或者于朦胧的朋友们希望为他主持公道，知道国内没什么希望了，因为国内在捂嘴，在给你一个封嘴的交代。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政界。但是我必须客观的说，最近老川呢更关注于国内的事务，他国内的事情包括那个经济的问题很多，他向来对于国外的事儿参与比较少。比方说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对于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他没有过多的去支持。那这次于朦胧先生的被害，他可能呢也不会参与。但是呢，我们认为所有朋友们对于朦胧发声是有意义的。这儿我告诉你大家清楚，
为什么中共愿意来压制这些？他们发现这些网民啊没有组织，可以各个击破，但是啊，在民众的舆论民心方面，它恰恰是失分的。在疫情期间，人们知道了，哦，政府原来是这么对待我们的，我们简直像动物一样被圈在家里，那我们就是最后一代。所以很多年轻人选择了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通过于朦胧这件事儿，也让国内的民众明白了，连2000万粉丝的明星，所谓的成功人士，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都有可能被侵害、被扔下楼。那你说普通老百姓的孩子的安全如何来保证呢？如果说生了孩子，不就是又多了一个奴隶吗？多了一个人体配件库吗？所以说，接下来啊，中共可能为自己的这次鲁莽对于朦胧案子的强压，未来要买单。就比方说，年轻人不再相信法治政府的时候，他就不买房、不生娃、不结婚，也不交社保。所以说，中共终将会吞下这个苦果。所以说，民众的抗争，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都是有意义的。大卫观点频道已经为于朦胧先生，这是第7期发生的视频。因为我的亲朋好友一些同学还仍然在国内生活，我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环境中，咱们的孩子呀，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这样被人害了，还没有一个说法。今天就这样，如果有最新的进展，我第一时间和各位来分享。欢迎您打开我节目的小铃铛，咱们明天见。